冷不防想起国中的时候，有一回步行到学校途中巧遇8班的一位女同学。那天出门前尚未收到任何关于台风假的消息，无奈全写在前往学校的学生脸上。我在即将要向右转进校区的时候，碰见迎面而来必须向左转进校区的她。平时在我眼中就已经是发亮的女孩，这时似乎更加剧烈，像是一张光圈开到最大而又局部过曝的影像，没有无奈，却有露出8颗牙齿的微笑。虽然当时我第一眼并不是注意她的脸庞，毕竟她突出而引人目光的通常是其他部位。这时候手足无措，是因为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，因为她似乎已经停下脚步，欲要跟我并肩上学的样子。我的心脏也因此悄悄地越跳越快，而那个微笑也越来越近。于是她开了口：“一起走好吗？”我点点头。当时我们还说了什么言不及义的话记不清了，我只记得她是有着魔术般落落大方可以拯救我的孤僻的女孩。即便没聊几句，步进校门就听见广播台风假，即便不出校门挥手道别就是向左走向右走，我仍然因为这一天没有白走这一段上学路而欢喜不已。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，究竟我跟她是怎么认识的。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做牛肉面，非常好吃。我是参考了小高姐的做法做的，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前往参考。但是面条的部分我做失败了，所以就买市售的煮了。多年后，我曾在台北星光3越南西店遇到过她，即使多了装扮，但她那抹微笑没变，依然是我心里那位有着魔术般落落大方的女孩。虽然我的视线不免还是往下飘了，只不过这次飘得太过往下，看见她牵着的那位煞风景小孩。算起来，我们并没有做出任何类似寒暄的动作，因为我们彼此说了好久不见之后，她就像小龙女吐出仙气那样的说：“我结了婚又离了婚，呵呵，你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刚结束一段恋情。”她问我是这几天的事吗？我说：“应该是等一下的事。”在这里让我打破第4道墙一下，我深深希望上面这句幽默的回答不会让他感觉到我的轻浮。好的，让我们回到故事。听到我这么回答之后，他就笑了，然后说我变了。在他牵着那位还没失去耐性变身之前，我们聊了一些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而到了眼看着旁边的生物已经要暴走的时候，我很失礼地问了我们怎么相识的。因为这个问题总是伴随着他而出现，我想解决，想知道，想要想起来。他又笑笑问我是不是真的不记得，我说是，同时表明我真的想不起来，也真的很想知道。于是他说：“稍等我一下，我先带我姐的儿子去上厕所。”我看见他微笑里隐藏着的狡黠，以及那仿佛充满故事的背影离去。
我是情色大叔，我的感觉，你感觉到了没？小额赞助情色大叔继续拍片，扫描 QR Code 即可线上赞助，简介里也有连结，30块钱不嫌少，信用卡 ATM 都方便。